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那一天风很冷，城外的土路上尘土飞扬，一个衣衫破旧的乞丐蜷缩在路旁的石阶下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，碗里只有几枚发黑的铜钱，像他这一生的命运一样暗淡无声。他听说佛陀要经过这里，很多人说佛陀能解一切苦。于是当那支安静而庄严的僧团缓缓走近时，这个乞丐用尽全身的力气站了起来。他跌跌撞撞地冲到路中央，跪倒在地，额头重重刻在尘土里。他的声音沙哑而急切：佛陀啊，我一生贫苦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我日日向人乞讨，却仍然命途多舛。难道这是我命中注定？难道我这一生只配这样活着吗？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下来，有人露出怜悯的眼神，有人却在心里暗暗摇头。这不就是命吗？佛陀停下脚步，看着跪在地上的乞丐，没有立刻回答。他先看了看乞丐那只紧紧攥着的破碗，那只碗里除了几枚铜钱，还有一块被啃了一半早已干硬的饼。佛陀的声音很平静，却像水一样慢慢流进人的心里。你觉得是谁让你贫穷的？乞丐一愣，脱口而出：当然是命，是老天不公，是我前世没有修好，今生才要受苦。佛陀轻轻摇了摇头：若一切皆是命，那你此刻跪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？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乞丐的心里。是啊，如果一切早已注定，他今天又何必跪在这里求佛？佛陀继续说道：你可知法句经中有一句话：心为法本，心遵心始，若以染污心而说而行，苦随其后，如轮随足。乞丐听不懂经文，只能茫然地抬起头。佛陀看着他，换了一种更简单的说法：你今日的贫穷不是从今天开始的，它是从你一次又一次的心念慢慢累积而来。乞丐的手开始发抖，他忽然想起这些年自己的生活。他向人乞讨时，心里充满怨恨；看到别人富足时，内心满是嫉妒。哪怕偶尔得到一点钱财，也只想着立刻花掉，从未想过未来。他低声说道：可我已经这么苦了，难道连怨都不能怨吗？佛陀并没有责备他，只是缓缓说道：你可以怨，但怨只会继续让你留在原地。真正决定你一生贫富的，从来不是你现在手里的碗，而是你心中究竟装着什么。这时佛陀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，他伸出手，轻轻把乞丐的破碗拿了过来，那只乞丐从不离身的碗。乞丐下意识地想要抢回，却又不敢。佛陀问他：若我现在把这只碗打碎，你会如何？乞丐愣住了，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。这只碗是他赖以为生的工具，也是他身份的全部。他说不出话来。佛陀这才缓缓说道：你之所以一生贫穷，不是因为你没有钱，而是因为你把乞讨当成了你是谁。这一刻，乞丐的心猛地一震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未想过改变，只是一遍遍向命运低头，一遍遍确认我就是个乞丐。佛陀把碗放回他手中，说道：若你明日仍旧端着这只碗，用同样的心去乞讨，10年后
你还会跪在这里。但若你今日先放下心中的那只碗，你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改变。说完这句话，佛陀转身离去。乞丐跪在原地，久久没有起身。风吹过，他忽然发现，碗还是那只碗，钱还是那几枚钱，可他的心却第一次不一样了。而这一念的转变，正是他命运彻底改写的开始。那天之后，乞丐并没有立刻变成什么不凡之人。第二天清晨，他依旧醒在城外那片熟悉的土坡上，风一样冷，肚子一样空，破衣服还是那件破衣服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坐在那里，盯着手里的碗，看了很久。从前，这只碗是他的依靠，可现在，他忽然让他觉得沉重。佛陀那句话一直在他脑中回响：你把乞讨当成了你是谁？这句话让他第一次感到羞愧，不是被人轻视的羞愧，而是一种更深的对自己的厌倦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这些年他乞讨时，嘴上是在要饭，心里却一直在要。别人该对我负责，命运该补偿我，世界欠我一个交代。而《增牙含经》中说过一句话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佛陀没有当面说这段经文，可乞丐在后来才慢慢明白，他此刻的人生正是他一念一念活出来的结果。那天，他做了一件连自己都没想到的事。当路人经过时，他没有立刻伸出碗，他站起来，低着头替人指路，替商贩搬货，替老者扶稳脚步。有人给他钱，他收下；没人给，他也不再咒骂。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得高尚，而是他忽然明白，只要自己仍站在乞丐的位置上，命运就永远不会变。有一次，一个商人随手丢给他几枚铜钱，若是从前，他会觉得理所当然，可那天他却下意识地合掌，说了一声谢谢。那商人愣了一下，看了他一眼，随后多给了他一枚。这件小事却让乞丐心中一震，他第一次发现，原来态度也是一种因。业报差别经中说，轻慢众生者，长寿贫穷；恭敬一切人，福德随身。从前的他，表面卑微，内心却瞧不起所有比他好过的人。而现在，他开始学着不再怨，不再比，不再用苦难当成自己唯一的资本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不再整日坐在原地等施舍，而是哪里有活哪里就去。工钱很少，可他第一次不是靠乞讨换取活命。某一天夜里，他忽然想起佛陀说过的话：富不是钱，富是你能不断创造价值的心。那一夜，他坐在火堆旁，第一次没有向命运祈求，而是默默在心里说：若我命中注定贫穷，那我也要用尽这一生，去看看他究竟能贫到什么程度。这一念不是反抗，而是觉醒。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天，城里一家做布匹生意的店铺被大雨冲塌了后院，货物泡水，人手不足。乞丐，或者说那个已经很少在乞讨的男人，主动留下来，一整天没有离开。别人避雨，他搬货；别人喊累，他继续。夜里，店主看着被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布匹，忽然问他：你为什么这么撇？他想了想，只说了一句：
我不想再回到原来的地方。店主沉默了很久。第二天，他给了他一份长期的差事，不是怜悯，而是信任。从那以后，这个男人开始真正站起来生活。他记得佛陀说过，布施不只是在施钱，于是他不施力气，不施时间，不施尊重。杂含经里讲，施者心欢喜，受者亦欢喜，如是因缘，福德增长。慢慢的，他开始被人记住，不是作为乞丐，而是作为一个可靠的人。几年后，他攒下了一点钱，不多，却是干干净净赚来的。他开始学着把钱留住，而不是一有就花光。他终于明白，贫穷真正可怕的不是没有钱，而是没有规划未来的能力。某一天，他再次遇见佛陀，他跪下，没有哭，也没有诉苦，只是低声说：“我好像明白了。”佛陀看着他，眼中带着温和的光。“你明白了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这一生不是被命运打败的，而是被自己一直以来的心困住的。”佛陀点头：“你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乞丐了。”他说：“不是因为我有钱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用贫穷定义自己。”佛陀微笑：“这便是富。”后来，这个人真的富了，不是一夜暴富，不是奇迹翻身，而是一步一步走到了衣食无忧的位置。可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却是：“我真正走出贫穷的那一天，不是赚到第一笔钱，而是我不再问为什么是我这么苦。”佛陀那一句话并没有给他钱，却给了他一条命运真正会改变的路。今天很多人和当年的乞丐一样，不是没努力，而是心里始终在等一个被补偿的结果。可佛法从来不补偿，佛法只揭示因果。你起什么心，走什么路，结什么果。心经里说：“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”真正的空，不是放弃人生，而是放下那个不断限制你自己的我。当你不再执着于我就是这么倒霉，我只能这样活，你的人生才第一次有了转向的可能。这才是佛陀一句话能让人从乞丐走向富足的真正原因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一个人真正翻身的那一刻，不是命运忽然对你好了，而是你终于不再用苦为自己的一生定价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